日方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8月24号执意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到9月11号就要完成第一阶段排放，共计18天。按照日方计划，本年度将排海4次，将持续至少30年。核污水排放总量之大，令其危害难以预测。福岛民众正在计划将日本中央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告上法庭。日本舆论预测，9月后中国进口的日本海产将降至0。9月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称，福岛第一核电站所谓处理水首次排海将于9月11号结束。按照东电的说法，8月24号启动排海以来，每天大约排放460吨，第一阶段将按计划共排放7800吨。东电将在此次排海结束后，对排海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并使用工业水冲洗设备，以清理残留在设备中的核污染水。检查结束后，将开始为最快本月底开始的第2次排海做准备。东电计划2023年度共计排海4次，总排放量为31200吨，相当于储灌容量的2.3%。截至目前，福岛核污染水多达130万立方米，并且还在以每天超过1个标准泳池的速度增加。有分析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时长很可能超过30年，甚至可能是半永久状态。根据日本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核泄漏事故造成这个堆芯熔毁的核燃料多达880吨。那么由于它的这个核辐射量是极高的，根本就无法取出。只要无法完成废堆，那么核污染水还会不断的渗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核污染水排海过程中，负责水质监测的东电公司8月31号就在排放口附近采集的海水中监测到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高于日常水平。深圳卫视注意到，对于科学家指出的核污染水中含有的其他至少60多种放射性物质，东电并未纳入监测。东电公司和日本水产厅又进行了找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7号采集的水样中氚含量结果未达到仪器能检测出的下限数值，但这个数据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据报道，东电和日本水产厅的采样作业仅包括附近的10处地点的海水以及2条比目鱼。讽刺的是，日本一方面宣扬核污染水参数合格，一方面却拒绝中韩派遣人员前往检测辐射浓度。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表示，迄今福岛核污染水数据都是日方自行采样、检测和发布的。作为被监督者的日方充当起检测者，这样的数据当然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这种基于日方提供采样的实验室间对比活动，不能充分证明日方检测结果的真实可靠性，不能等同于利益攸关方实质参与、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机制。我想单靠日本政府的自觉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完全不足以确保排放的安全可信度。东电公司和日本水产厅不透明的核放射监测也令日本民众感到困惑。有约150名日本民众8号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停止核污染水排海。据报道，这是日本首起有关叫停核污染水排海的集体诉讼。提起诉讼的日本民众在起诉书中称，核污染水排海侵犯了民众平稳生活的权利，渔业从业者维系生计面临困难。いわば理解が得られた、もしくは理解が得られたと同一の状態だ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いわばへりくつを言って約束破りをしているのは国としての道徳的義務に反すると思います。强行将核污染水排海，令日本渔民损失惨重。日本农林水产省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对中国内地水产品出口额同比减少23%，这是2年半以来日本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额首次同比减少。主要出口产品扇贝的减少量尤为显著，出口同比减少28%。实际上，由于日本提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中国政府自今年7月起调整方针，对日本生产的所有水产品实行放射性物质检查。在此之前是抽样检查，水产品被扣留在海关等待检查的情况增加。由于新鲜度降低，销售不畅，日本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停滞。直到日方核污染水排海8月24号正式启动，中国政府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日经新闻预计，自9月以后，日本对中国水产品出口额可能减至0。日经新闻报道称，扇贝是日本水产品中的战略性出口产品。由于对消费地中国的出口停滞，也找不到与中国市场相当的替代市场，因此大量扇贝只能向日本国内市场投放，这导致日本扇贝价格闪崩。目前，东京都江东区丰州市场上，宫城县生产的鲜扇贝为每公斤约合人民币123元至173元，比去年同期下跌30%。还有来自旅游界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之后，来自中国等国的游客预订数量也应声下跌，食品安全是游客们的主要顾虑之一。对此，日本政府近期宣布追加拨款207亿日元，以补贴渔民损失。福岛核事故的责任方东电公司也声称，将成立一个雇佣约1000人的超级庞大部门，来处理来自渔业界等的相关投诉。东电还拉学者背书。9月5号，福岛大学海洋生态研究所副教授高田兵卫团队发布一份报告，宣称氚不会聚集在鱼类和贝类的体内，因此对人体不会产生伤害。但实际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将持续至少30年，而此前没有任何科学家针对放射性物质氚等在海洋生物体内的聚集情况进行过这么长时间的持续研究。这意味着高田兵卫副教授的研究结论相当不可靠。从日本政府的舆论导向来说，一直是在服务于消除所谓的风评危害，为此在不断的加大人力和财力来推动舆论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由日本当地的福岛大学得出这个研究的结论来证明氚不会积聚在海洋生物的体内，我想显然还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想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要国际权威机构来做出相关的研究和论证。前段时间，面对媒体将日本政府对外话术的处理水说漏嘴称核污染水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在应首相岸田文雄要求全面道歉后，最近一直忙于将功补过找对策。8号，野村表示将力争开拓水产品出口目的地。此外，野村还对媒体宣布了扩大内销的计划。こうした水産物を使用したメニューを省庁内の食堂に追加していただくなどの。所以日本政府一味的宣传海鲜安全性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国内外舆论公关这么一个目的。他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外界对于核污染水对于排海本身的安全性的担忧上面，这个做法是本末倒置的。20国集团领导人 G20 峰会9号至10号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去年让主办国印度尼西亚苦恼的乌克兰危机，今年同样在困扰印度。作为东道国，印度在小心寻求平衡，一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出席峰会，一边也没邀请渴望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印度外长苏杰生解释，不邀请泽连斯基参加峰会，因为这是一个讨论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的平台。20国集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它不处理全球安全问题。印度官员还透露，印度提议在谴责俄乌战争的20国集团峰会声明中纳入俄罗斯和中国的观点，以避免峰会陷入僵局。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在回应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可能提及乌克兰危机问题的提问时，也强调，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我们始终认为，20国集团应该聚焦职责定位，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乌克兰问题上呢，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我们看到美国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步英国后尘，向乌军提供贫铀弹了。那您认为此举对于俄乌战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还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假如我们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乌两国的所有互动行为联系起来看，你就可以发现美乌正在为俄乌战事憋大招了。第一件事情是，早前在向乌军提供集束炸弹之前，美国已经为军援乌克兰 F-16战机放行了，而且这几个月就会到位。第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访问乌克兰，并在原有军援的基础上准备再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援，其中就包括了一大批贫铀弹。第三，乌克兰突然撤换了国防部长，由乌梅洛夫代替了列兹尼科夫。对此，乌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列兹尼科夫在军中反腐不力，
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乌方放出的一个烟雾弹，真正的原因是美方以及泽连斯基总统准备通过换人来换思路，也就是要换一套全新的战术打法了。第四，日前乌克兰军方与美国军方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乌方出席会议的是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国家边防局局长戴涅科。美方出席会议的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都是最为重量级的军方高层。假如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要商量，这些军头是不会坐在一起的。那么这些信息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意味着乌克兰将要展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反攻，而且大反攻的时间就在最近几个月内。乌克兰不是早在几个月前就展开了大反攻吗？为什么您会说乌克兰真正大反攻将在几个月内开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当前俄乌战场上的态势做一个简单的评判。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当前俄乌双方在前线基本上处于互有攻防的焦灼状态；第二，主攻的乌克兰一方虽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只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并没有取得战略级别的胜利。第三，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军队在有意识地保存实力，积蓄力量。那么在反攻开始之后，乌克兰军队为什么要收着打呢？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先得来看看俄军的战术。在打不下基辅，尤其是未能拿下乌克兰全境之后，俄军被迫把分散出去的兵力收回来了，握成了一个拳头，主攻乌东四州。在拿下乌东四州之后，俄军再度做出了调整，将原先的战略进攻态势改为了战略防守，并建立了3条坚固的梭罗维金防线。同时，俄军的主力部队也躲进了战壕与城市的废墟当中，准备以逸待劳，消灭前来进攻的乌军有生力量。那么对于乌军来说，他们一开始的确是上了俄军的当，几天的猛打猛攻下来，不仅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损毁了包括豹二坦克在内的大量西方援助的重型装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吃到了苦头的乌军开始全面调整反攻战术，也就是不再用蛮力猛打猛攻，而是放缓了进攻的节奏，并利用西方提供的卫星与情报优势、精确制导武器优势，开始精准打击俄罗斯的军事指挥中心、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后勤中心，尤其是弹药基地。同时在前线通过派出小股部队佯攻的方式，将俄军吸引出战壕与城市废墟，并趁机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进行战术调整后的乌军的确是收获了相当不错的战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在俄乌战场上双方并没有出现大的阵地上的得失，但在实质上双方的力量已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认为乌克兰军队这几个月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掏空俄军，为接下来真正的大反攻创造条件。那么，美国与乌克兰方面为什么又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动一场真正的大反攻？其实此前我一直在强调，这场俄乌冲突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方位与复合型的战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俄乌双方的军人在前线打得非常热闹，但背后的经济、金融、外交与国际政治战同样进行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外交与国际政治的博弈战才是最为关键性的。它事关乌克兰是否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武器与经济援助，关系到这场战争还能不能打得下去。而且对于乌克兰来说，在这场外交与国际政治战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赢得美国的支持。而要赢得美国的支持，关键就是要帮助拜登与民主党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假如让外界认为亲俄的特朗普赢了，
那乌克兰军队立马就将面临着断炊的风险。同时，对于拜登来说，只有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打了大胜仗，让美国选民觉得美国的军援物资物有所值，没有打水漂，才是明年总统大选的真正强心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拜登为什么会在2024年大选前突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美方为什么要为乌克兰部署真正的大反攻了。这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条利益链条和的逻辑链条，即乌克兰要通过大反攻与打胜仗来帮助拜登赢得选举，而拜登要通过提供金钱与军备来帮助乌克兰打胜仗。同时，只有乌克兰打了大胜仗，拜登打赢了选战，接下来美国利用俄乌冲突来拖垮俄罗斯的大战略，才能够继续玩得下去。因此俄乌冲突与美国的选战这两场战争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福祸相依的。